砸在铁皮顶棚上，噼里啪啦，像无数根细钢针往骨头缝里钻。东莞的夜被这场暴雨敲得昏沉，我把手伸进裤兜，捏着那团皱巴巴的500块钱，指节都发白。1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从湖南带来的全部家当。握着这半张烟和纸的时候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写得工整一点，可手是抖的。旧衣服、盐花生，还有妈吉匆匆塞进蛇皮袋的换洗衣裳，全都带来了。风一吹，花生的香味暖暖的，可挡不住这陌生的冷。远处是虎门大桥，屋里……你看你，浑身湿得像纸落汤鸡，伞有点旧，凑合一下。走吧，别站在雨里了。看什么？眼角这颗痣很稀奇吗？林兰，维修部，名字在电子厂招普工，包吃着，就是流水线要连轴转，类似泪点。他说话带着东莞本地的软糯尾音，却透着古斩钉截铁的干脆。跟我走，晚了别说宿舍，连工位都没了。笨手笨脚的，第一次拿烙铁就整成这样，起泡了又怎样？还想赖工时？组长，我少啰嗦，去扫厕所，别在这儿耽误进度。来，先坐这儿，左手稳扶线路板，对，这样，右手送西药筷，力道跟粘筷子似的，轻了挂不住，重了就烫。袖子脏了没事儿，先把这口饭垫上，红烧肉还是热的。在东莞讨生活，先得学会抗疼，再学做事。那天夜里，我躺在12人间的铁架床上，听着工友此起彼伏的呼噜声，摸着口袋里林兰塞的烫伤膏，清凉药膏渗进皮肤，竟让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……工厂拖欠工资已经第3个月了，食堂的馒头馅了拌成玉米面，搅得满嘴发辣。我蹲在后墙的排水沟旁，啃得很慢，就着墙根渗下来的凉水，一点点往下咽。林兰的声音少了平时对工友的温和，多了几分锐气。咱们车间27个人，欠薪合计37200。张建军他妈等着手术费，李娟女儿要交学费，都是救命钱。工钱表在这儿，跟我去找老板谈，要回钱才是真的。你真的觉得他会给吗？不是事，永远不会知道。好。我找过他2次，他把馒头渣往排水沟里一丢，声音发闷。他说外贸单压在海关，没钱。组长还放话，再闹就给我们办离职。这行情，丢了工作连饭都吃不上。我，离职也得结清楚血汗钱。再叫2个手脚麻利的工友跟着，记住，咱们凭记工表说话，硬气但不撒野。走一会儿就适应了。等我干完活再适应吧。先把事情说清楚。吵什么吵？外贸单卡在海关，我比你们还急。等回款了，自然给你们结。瞎闹什么？张建军妈躺在医院等着手术，晚一天就多1分危险。丽娟女儿明天要交学费，不然就得退学。这些钱是他们拿命换的，不是你的周转金。要么3天内结1半工资，月底结清尾款；要么我们带着这些记工表去劳保局跟你慢慢算。哼！林兰，你在厂里干了5年，也算老人了，别跟这些毛头小子下起哄，真把事情闹大，对你没好处。正因为干了5年，我才看着一痴痴工友被欠薪、被欺负。林兰声音没展，眼角的泪痣在冷光灯下格外清亮。我是拉长，得对得起手里的记工表，对得起这帮兄弟。要么给钱，要么我们现在就走，去劳保局的路。老板松口了，3天后先结1半，月底全结清。你也不用一直担心了。谢谢你，林姐。走吧，回去路上别踩太深的水洼，鞋都湿透了。没事儿，能看到这道彩虹就值了。
这里兰弟给我的那把绑着胶带的黑伞，看起来破破烂烂，却比什么都结实。它能挡住东莞的雨，也能把日子的难替我撑一会儿。3天后，工资真的到账了。老板，2罐冰镇珠江纯生。好嘞。姐，歇会儿，喝罐凉的。还挺懂得犒劳人啊。我酒量差，你喝，我陪你坐着。在东莞，光靠扛劲不行，得有脑子。我远房表姐在洛杉矶开杂货店，上次打电话说，咱们厂里那些挑出来的尾货，就是外观有点瑕疵的电子打火机、迷你收音机，在那边卖的火着呢。从表姐那儿拿的，里面是图片和价格，你看看。放心吧，她说可以信得过。磨得挺亮的。你一直踹着她吧？我看看。可又像一团火从掌心烧起来，顺着胳膊往心里钻。晚风裹着车间的马达声，远处夜市的吆喝一起吹进来，混着林兰身上淡淡的汗稀味。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醒了，那是在流水线重复劳作里被磨钝。煤油盘在我工装的口袋里捂了整整2天，直到轮休日的清晨，我才敢借着仓库值班室的旧电脑把它插上。屏幕亮起的瞬间，密密麻麻的英文网页跳了出来。我攥着从技术员那寄来的英汉词典，一清。工厂里被当作残次次按斤处理的电子打火机、迷你收音机，在国外购物网站上裹着印着外文的彩盒，标价折算成人民币竟要30多块。而他前几天帮仓管搬货十分明听见，这些尾货论斤卖给废品站，1斤才5块钱。这不是抢钱吗？他忍不住低呼。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转头一看，林兰提着2个肉包子站在门口，藏青色工装的袖口沾着点面粉，显然是刚从食堂出来。看懂了，他把包子放在积灰的桌角，指尖点着屏幕上的产品。夏里长，我那表姐在洛杉矶开杂货店，上次视频说老外就吃中国制造窖的性价比这套。可咱们怎么运过去啊？报关、外语这些事儿我一窍不通。给，看这个，诚信货代王海涛，东莞外贸市场 A 区12号。这是我以前帮工友寄私人物品时认识的货代，人还算靠谱。他说完微微顿了顿，眼角的泪痣动了动。别说是我介绍的，车间里人多眼杂，免得传闲话。上午9点的东莞像个烧红的铁锅，杨向东骑着工友淘汰的破自行车往外贸市场赶，车胎补过的地方落得荒，3公里路骑下来，后背的 T 恤全湿透了。我以为外贸市场不过是几排铺子，结果一进来，热闹的快要把人淹没。各种语言的招牌挤在一起，像彩虹一样挂满了街厢。这些提着编织袋的印度商人背里都是样品，一副赶路的神情。而在摊前，有人正用杨向东握着那张名片，在像迷宫一样的巷道里兜了20分钟，才在市场最深处的角落找到这家诚信货代代。店主王海涛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男人，嘴里叼着烟，烟灰落在油腻的桌面上。他听杨向东说完自己想运50公斤尾货。小伙子，你这也叫货？看见没？墙上那家木表贴得歪歪扭扭的那个，走国际快递，首重80，续重40。你这点货，运费都比货值还高。我明白了。那要是多凑点货呢？最少1吨起，走海运拼箱，运费能压到每公斤8块。喂，林兰吗？我想跟你说件事。喂，你那边怎么搞的？干活还磨蹭？组长在我这边吼呢。你等一下，我下班去找你，在市场门口等我，别乱跑，听见没？好，我等你。得6000块。6000。所以这是我攒的3万块，够收5吨货。再找隔壁玩具厂、小家电厂拼箱，刚好能凑满1个小柜，运费还能再压1成。
你算得挺细的，看得出来你是真想做成这笔生意。我这边协调一下，给你留个好位置。在东莞流水线踩10年，也攒不下几个钱。我看你小子有股韧劲，比当年的我敢闯，值得赌一把。他顿了顿，从包里掏出个磨破封面的笔记本。这是我记得几家工厂仓管的联系方式，他们手里都有尾货，我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价格能再压一压。接下来的3天，他们就相上了发条。杨向东骑着那辆旧自行车，后座绑着蛇皮袋，里面装的是给仓管的香烟和水果，一家家工厂去谈价。林兰则利用午休的时间对照规格表，把那些有瑕疵却不影响使用的尾货划分出来。明天一早得按单交过去。我记住了，等会儿我再核对一遍。你今天在厂里算辛苦了，先去洗个澡吧。哪比得上你，还得骑车带我回城。结果车胎还爆了，可是走3公里，鞋子都快开花了。你看那边，灯火全亮着，就像一片星海。等咱们赚了钱，就租个正经的仓库，再也不用蹲在路灯下算账。第5天下午，当最后一批货用3轮车拉到货代仓库时，王海涛看着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，眼神里多了几分佩服。行啊，小伙子，比我当年闯进还族。他拍了拍杨向东的肩膀，清关资料我帮你弄，运费再给你打个9折，算是结个善缘。谢谢王哥。今天这批货上船了，算是松口气了吧？等了好几天，看着他被吊上去，心里才踏实。你们工厂的人真厉害，这么快就赶出来。这活谁都得拼，东莞嘛，速度就是命。等他到对岸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回去。要是能成，咱们就辞职单干，再也不用看组长脸色。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可没等他们等到货物到港的消息，麻烦就来了。周一早上，杨向东刚走进车间，就被组长叫到了办公室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你们去个厂子收尾货、拉货的照片。林兰丝卖工厂尾货已经被开除了，你要是识相，就当没这回事儿，好好干活；要是敢跟着瞎闹，就一起滚蛋。